我刚当上县令没几天，天下诸侯就起兵造反，而我利用系统兑换的4万个馒头，免费发放给全县百姓。刚刚不久前，蛮子攻破城门，抢走了百姓的粮食，没有粮食早晚就是死。事后百姓将火全发在了我这个县令身上，县衙的门板直接被挤烂了。见情况不对，我立即免费发放馒头。所有人都没见过用精细面粉做的馒头，纷纷排队领取。馒头是系统商店里最便宜的食物，只需要1点感谢值就能买一个。可吃了馒头的百姓对我感恩戴德，感谢值10点20点的往回收。原本还心疼新手礼包一下子少一半，没想到下一秒系统检测到感谢值集满10万，直接升级。还好这系统觉醒的及时，要不然就要被这些流民砍死。别人穿越不是吃香喝辣就是金手指，凭什么就给我一座超市啊？大人，外面排队的百姓越来越多了，我看有好多都不像是咱们云县的人。没事，让他们都来排队领馒头。你告诉他们，云县愿意收留附近流民，只要登记造册的就是我云县百姓，一天3顿，顿顿管饱。系统商店是靠感谢值兑换商品，云县全县才多少人？要是能把附近流民都吸引过来，这么多人顿顿吃馒头才需要几点感谢值，可是换来的却是10几点感谢值，这生意我稳赚不赔。大人，这白面馒头金贵，您是哪来的这么多馒头啊？这你别管，你只要知道，你家大人我的馒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不能把系统商店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只能故弄玄虚。几天前我刚穿越过来时，草原蛮族已经走了，云县一片狼藉，县衙里的人也都跑干净了，只剩下无良哥还跟在我身边。我交代无良哥从百姓中挑选一批青壮年，重新组建县衙。等无良哥走后，我再次进入了系统商店。此时原本的超市里面竟多出了一个小小的药房，各种药物应有尽有。看来这就是系统升级的奖励，维生素、消炎药、消毒水。这些在这儿可都是好东西，可惜就是太贵了。现在我搜集的感谢值还是太少，没想到上辈子逛超市只敢看不敢买，穿越有了系统还是只敢看不敢买。上辈子追求财富自由，这辈子追求感谢值自由。我这爱追求的一生，我在系统超市里逛了几圈，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面粉，一个馒头价值1点感谢值，一袋50斤的面粉才60感谢值。在古代总不会还有人不会蒸馒头，这60感谢值花出去，收获的可是成千上万感谢值。先买200袋回去，我带着面粉回到县时，刚想找无良哥召集人手蒸馒头，就看到县衙前围了一堆人，都是来应聘当衙役的。咱县令要的是衙役，你一个文弱书生来凑什么热闹？瘦得跟猴子似的，烧火棍都比你胳膊粗，快走快走！县令要找的是衙役，又不是苦力。我虽然没什么力气，但我好歹也是读书人，你不能这么羞辱我。怎么回事？都吵什么？大人，这个人非要来当衙役，这细胳膊细腿的，一看就干啥不行。我让他走，他还不走，非说自己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名陈好。本县想要重建云县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陈好文文弱弱，看起来一点苦力活没干过，我顿时对他好奇起来。云县靠近边关，能读书的机会并不多。这几年女帝登基，朝廷动荡，诸侯造反，边关还常常有蛮族入侵。陈好还能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必定不是普通人。我刚穿过来还什么都不懂，有个读书人能够帮衬左右，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。听到我的问题，陈好稍微一思索，就给出了对策。大人手中既然有粮，那剩下组织民力之事，岂不是简单？青壮男子修砌城墙，加固城防，修缮县城房屋，妇人集合起来，统一为县民洗衣做饭，修补衣物，孩童集中管理，避免他们乱跑受伤，还能让父母没了后顾之忧。再从民众中挑选出会手艺活的匠人，在县城需要的工地上做活。我想不到1月，云县将恢复原貌，起码百姓能有瓦遮头，各行各业也能正常运转了。我听着陈好说的头头是道，不住的点头。看来陈好并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酸腐文人。我当即决定让陈好担任县丞，这可是全县的2把手，地位仅在我一人之下。一个普通文人突然当大官，这感谢值不得几百的增加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陈好竟然拒绝了。大人不可，这可是砍头的大罪。本县只是任命一个县丞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按照律例，县丞应当由朝廷任命，大人即使是县令，也不能随意任命县丞。我暗骂一声麻烦，刚说完，这小子有2把刷子就犯了读书人的毛病，条条框框的规矩真多。我再三保证事急从权，事后会上书朝廷请示，这才让陈好答应暂代县丞一职。这几天来，云县投奔的流民越来越多，但我却发现搜集的感谢值越来越少，急得我团团转。明明排队领馒头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感谢值越来越少了呢？难道是他们天天都能吃上馒头，已经觉得这东西不足为奇了？要是一直这么下去，稳赚不赔的买卖迟早赔光。我得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在系统商店转了又转，新鲜蔬菜和肉类应有尽有，但售价都太高，而且如果直接把蔬菜肉类拿出来，等百姓和流民习惯了吃这些，感谢值再次下降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思考一番之后，我还是只兑换了一大批面粉。离开前，我看到货架上放着一些种子，灵机一动也买了下来。离开商店后，我找到无良哥询问流民登记的情况。大人，到昨日已经收纳17万5千多流民，加上本县自有县民，云县现在人口已经超过20万。
荆棘之地的大县都没咱们云县人口多，陈县城已经安排工匠们修缮县城房屋，加固城墙。你前几天还说人家是个瘦猴子，现在就喊上陈县城了。大人，你都不知道陈县城有多能干，读书人就是不一样。以后我有了孩子，一定也送去读书。行了，别吹嘘他了，他做的事情我自然看在眼里。你去把他叫来，咱们商量一件大事。我刚当上县令没几天，诸侯起兵造反，边关蛮族入侵，百姓们流离失所，挤爆了县衙的大门。我从系统商店兑换了4万个馒头免费分给百姓，换来整座县城的人对我感恩戴德。系统商店通过感谢值兑换商品，一个馒头只要1点感谢值，而吃了馒头后，众人对我的感谢值却高达10点。4万个馒头还没吃完，系统商店就集满了10万感谢值，升级到了2.0版本。我则想尽办法疯狂搜集感谢值，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系统商店大买特买。几天过去，无良哥和陈豪已经初步将云县整顿一新，我对此十分满意。但仅靠我在系统商店兑换馒头和面粉，根本不可能让云县彻底复苏，也无法搜集到足够的感谢值。于是我想到让百姓们自给自足，正巧系统商店里还有各种粮食作物的种子。蛮族洗劫了百姓家中的粮食，但土地他们是拿不走的，现在还能赶上播种，只要有种子，来年就会有收成，只是收成必定不会太好。把所有良田重新划分，按人头分给百姓们，这些种子也分发下去，确保人人有地可种。明年有收成之前，所有人仍可以来县衙领吃的。县令大人是哪来的种子？我怎么不记得咱们县衙还有这东西？我每天发出去几万个馒头，几百袋面粉，有点种子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东西怎么来的你别管，你家县令我又不会害人。小的全听大人吩咐。大人，分地分种子是小事，现在城东百姓大多无事可做，能回去种地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安排。只是我听说附近匪患猖獗，恐怕百姓们不太愿意离开县城。匪患？什么匪患？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最近不知哪来了一伙土匪，名叫红帮，比蛮子还可恶。他们一路上抢掠百姓家中财物粮食，不知多少人被他们害得无家可归。这几天大量流民前来投奔咱们云县，其中不少就是被红帮害的。他们除了抢掠东西，可曾真的害过人？这个倒是没听说过，不过听流民们说，这红帮就快到云县来了。我又问了无良哥很多关于红帮的事情，听完若有所思。红帮是最近才出现的新匪，如今世道并不太平，红帮很可能也是被迫才当土匪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早就在云县城门外等着红帮。按照流民们所说，红帮马上就回到云县来。云县正在重建，根本没有兵马，所有衙役都是新招来的，还没经过训练，就连云县的城门也还是这几天刚刚修好的。此时我一个人坐在城门前面，身边放着几个大箩筐和2个木桶，都用布盖了起来，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不一会儿，红帮就出现在了我的视线范围。你就是云县县令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不要拦我们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听说你们红帮也不杀人，就是劫掠，我想你们从前也不是山匪吧？诸位一路过来估计是饿了，不如先吃点东西。我掀开盖在箩筐和木桶上的布，露出白花花的大馒头和蛋花汤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蛋花汤，我斥巨资从超市买了猪油和精盐，蛋花汤上飘着一层油花，香气扑鼻。果然，蛋花汤一亮出来，我听到了好几声咽口水的声音。我趁热打铁，想要将这些人收入麾下。本县知道你们不是什么山匪，只是活不下去的流民，在我云县登记在册，替我干活，每天都有饭吃，还都是精粮。谁知道你是真好心还是假好心？各位一路过来应该听说过我云县县令的名字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各位应该清楚。我将问题抛了回去，看似将选择权给了出去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任何选择。我注意到红帮众人都看着前面的一个女子，心下了然，这个人就是红帮的领头人。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一个小姑娘竟然能当土匪头子。姑娘，兄弟们一路上颠沛流离，不如就留在云县。我这儿不是什么风水宝地，但好歹能吃饱饭，不用再到处跑。领头的姑娘看了看身边的其他人，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提议。那就多谢县令大人了。姑娘爽快，不知姑娘姓甚名谁，哪里人士？小女子姓岳，名婵蓉，边军勇武营主将岳天成之女。一听到勇武营，我顿时肃然起敬。即使来这里的时间不长，可勇武营这个名字我却如雷贯耳。一营3000将士对战蛮族4万骑兵，斩敌无算，力战不退。全营包括主将岳天成在内，皆为国捐躯。我立刻后退3步，对岳婵蓉弯腰行礼：岳将军勇武，下官佩服之极，请岳小姐入城，暂居县衙。县令大人太客气了，我现在只是一介流民，大人给口饭吃，我愿意为大人效力。岳将军为护我边民壮烈牺牲，其一孤本官怎么能怠慢？我并没有跟岳婵蓉寒暄太久，请红帮众人吃饱喝足后，将他们一一安置。红帮本来是附近村子的村民，被蛮族入侵后流离失所，恰好遇到了被岳将军拼死护下的岳婵蓉，岳婵蓉就成了这些流民的头。我交代陈豪给红帮众人登记造册，今后他们与普通流民无异，而岳婵蓉我则另有安排。岳小姐可有什么看家本领？针织女工不会，吟诗造词不懂，3从4德没学过，4书5经不认的。好家伙，岳婵蓉这不就是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？我刚要露出点嫌弃的表情，就听岳婵蓉说出了下半句：但我从小学的一手好枪法，平时4、5个大汉近不得身，探营抓俘虏我拿手，打仗突围我本行。这小姑娘说话大喘气干啥？
差点害得我没做好表情管理。云县处在边关，时常有蛮族入侵，岳小姐愿不愿意留在县衙做事？训练衙役已备不时之需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安顿好了红帮，算是解决了一大麻烦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准备在云县到处走走，也看看云县的重建情况。这段时间我每天发馒头发面粉，还给百姓分田地，已经有人把我当成天神下凡，甚至在家里供奉了我的牌位，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感谢值上涨。我在系统商店的消费更加肆无忌惮，我对如今的情况十分满意。可好景不长，岳禅荣、无良哥和陈好突然神秘兮兮的找到我。大人，最近流民里混进来一些不速之客，人数还不少。我听说知州克扣军饷，还欠着边关几10万斤粮草。如今咱们每天吃饱喝足，粮食取之不尽，您说会不会是州府派来的人？我穿越成云县县令，刚上任没2天就遇到叛逆蛮族入侵，我所在的边关小县城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。幸好我有系统商店，只要搜集百姓对我的感谢值，就能任意购物。1点感谢值买的馒头发给百姓，就能换回10点感谢值。感谢值搜集到一定程度，还能升级商店。就在我倒买大白馒头赚取感谢值，肆无忌惮买时，突然发现我好像被人盯上了。陈好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把有问题的人点出来，我听了好半天，一个人都没记住，只觉得陈好记性真好。你是说这些人已经接连来了3天？如果真的是知州看中了我的粮食，他干嘛连着来3天？第1天看看虚实，第2天直接抢不就行了？这也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们怀疑知州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动作，但是我们想不出来他想干什么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批人至少6、7百，咱们的衙役都还只会小打小闹，真的打起来，咱们恐怕不是对手。他们里面有没有领头的？擒贼先擒王，咱们未必要打。有一个人像是领头的，现在就在领馒头的队伍里。咱们去看看这些究竟是什么人。我和陈好2人在领馒头的队伍附近闲逛，来领馒头的人对我们2个已经见怪不怪，而岳禅荣和无良哥已经带人悄悄靠近了领馒头的队伍，不一会儿就带着一个身材十分魁梧的汉子走了过来。大人，这个人就是他们中领头的，我已经问过了，他叫王大山。大山兄在哪就职？我开门见山的询问王大山。王大山明显一愣，没想到自己的身份这么快就被我识破了。边军先锋营都尉。为什么装成流民入我云县？云县能吃饱饭时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人只是逃兵，只想吃口饱饭活命。既然被大人逮到，那我也不装了，让我的兄弟们走。我王大山愿意留下，大人绑我去州府也算一桩功劳。岳禅荣一听到逃兵2个字，瞬间火冒三丈，他爹和整个勇武营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，因此更加看不起王大山。边军当逃兵，一群懦夫，还有脸来云县吃饭？这位小姐有所不知，我们也是有苦衷的。不久前军中突然来了一个校尉，不知是哪里来的公子哥，竟然连马都不会骑，只会对我们指手画脚。原本我等固守牛头寨，可突然1日校尉让我调1000兄弟护送他去后方，说是有重要军情。等我们走后，牛头寨就被蛮子攻破。等我护送他回到后方，这家伙竟然偷偷溜了，还说我等1000人临阵切地，导致牛头寨破。我等1000弟兄莫名其妙成了逃兵。听完王大山说的来龙去脉，岳禅荣的气也消了大半。边关内忧外患，可州府却对此不以为意。云县隶属成州，成州早就被豪门大族控制，这些人根本不会管民间疾苦。那个逃跑的校尉说不定就是哪个豪门的少爷。我略微思索，询问王大山他的先锋营还有多少人手？还有975人，都是百战老兵，一半已经被县城大人安排了活计，还有一半在附近山里藏着，这2天都会陆续扮成流民来投奔云县。告诉你的弟兄们，不必躲躲藏藏，我云县原本的守军临阵叛逃，是真逃兵。现在云县至少有20万百姓，王都尉，你有没有信心守护云县20万民众？多谢大人抬爱，末将领命。我让王大山在云县百姓中挑选青壮年，不到1000的先锋营，想要守护整个云县太难了。这支队伍人数至少要3000人。王大山也从都尉升官成了校尉，先锋营变成了云县宪兵。但令我头疼的是，3000士兵凑不出一套战甲，连一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，手里拿的都是烧火棍，实在不成气候。我把系统商店翻了个底朝天，这里跟现代家门口的超市没什么不同，根本没有盔甲武器这些东西，唯一有些杀伤力的就是菜刀。可小菜刀比起古代长枪战矛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，我愁的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。陈好跟我汇报工作时，我都有些心不在焉。大人，这些人应该怎么安排？大人您还在听吗？什么人怎么安排？这些铁匠，咱们云县没有铁矿，对铁器的需求也不大，这些铁匠实在没什么用得到他们的地方，不如就送到附近市矿上采矿，矿石还能用来修建房屋加固城墙。有用？谁说铁匠没用？这铁匠可太有用了！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我就说穿越必备气运加成，这不瞌睡了立马就有人递枕头。我让陈好把所有铁匠都召集起来，回到系统商店买菜刀，一把菜刀100点感谢值。我现在一天光靠给百姓吃喝就有几百万感谢值入账，买几万把菜刀根本不在话下。当我拖着几辆车的菜刀出现时，铁匠们顿时两眼放光。大人，这是何人所铸的宝刀？小民家世代打铁，从未见过此等宝刀，
进而不折，无坚不摧呀。每一把都一模一样，大小长短分毫不差，何种大将才能做到呀？不仅坚固牢靠，还不重。如此好材料，用来做菜刀太浪费了。这些菜刀都是现代化工艺流水线生产，当然每一把都一模一样。现代工艺比古代先进太多，即使是普通的菜刀所用的材料都是古代生产不出来的。而我买这么多菜刀并不是为了做饭，而是为了锻造兵器。如果将这些菜刀融化重新锻打，能做多少战刀多少长枪战矛。大人，这么好的刀为何要重新锻打？再好的刀给你几万把，你用得完吗？不如回收再利用。要是锻造战刀至少要用3把菜刀，锻造长枪战矛则1把就够了。我给你们3万把菜刀，全部锻造成战刀长矛，武装咱们云县的宪兵。锻造速度要快，质量要好，打铁辛苦。这段时间你们每人每天加2个煮鸡蛋，1个大鸡腿。鸡蛋鸡腿在这时候绝对是奢侈品级别。我的话刚说完，铁匠们就兴奋起来。以前只听说过大户人家吃鸡腿，自家家养的鸡从来不敢吃。现在每天1个鸡腿，只需要干好本职工作就可以。铁匠们纷纷对我感恩戴德，我看着不断上涨的感谢值心满意足。过不了几天就又能买一批新的菜刀，武装一支精锐宪兵指日可待。毕竟现在到处都知道云县不缺吃喝，难免不会被真的心怀不轨之人盯上，我必须早做准备。但我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。我穿越古代，成为边关小县城的县令，蛮族入侵县城，守卫军临阵脱逃。面对一片狼藉的县城，我丝毫不慌，靠系统商店兑换的馒头拉拢人心，又用现代工艺生产的菜刀锻造武器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将云县重建一新。我更是被奉为天神下凡。就在我专心带领百姓重建家园时，竟有人想取我而代之。大人不好了，城外来了1000州军，说知州新任命了县令，请您出城迎接。县令上任需要州军护送吗？那个新县令一看就是谁家的公子哥，看云县现在有兵有粮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想要来抢大人您的功劳。新县令身边的武将属下还认识，就是以前云县的守军都尉李乾。一听说蛮子要来，带着500守军就跑了，没想到是跑去给州府的公子哥当狗腿子了。宪兵现在训练的怎么样了？新兵还在训练，但打州军不是问题。老兵那都是杀过蛮子的，个个都可以以一当十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成州知州百里学真常年倒卖军粮，连自己手下的州军都克扣。听我爹说，州军1天2顿饭都吃不饱，都不如街上的混混能打。州军既然这么拉胯，那他们拿什么保护百姓？他们哪会保护百姓？那个教理什么的不就逃跑了吗？前线吃紧，知州要是再不拿出军粮，肯定会被前线问责。他们一定是听说云县有粮，这才派了新县令过来夺走粮食，填补窟窿。一旦窟窿填上了，新县令就会走，到时候云县还是会变成之前一片狼藉的样子。大人，不如咱们直接打出去，把那个新县令打跑。王校尉，不可鲁莽。难道县城大人还有好办法？县令的任命是需要朝廷发布文书的，一般文书都比人先到。我猜新县令一定没有任命文书，假冒朝廷官员是重罪，直接抓起来关进大牢。你这办法跟王校尉的办法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这办法师出有名。陈好说完这句话，我们一时之间不知该作何反应。果然不能跟读书人斗嘴，怎么都斗不过。我和王大山、吴良哥3人带着500宪兵出城，果然看到了一个富家公子带着一群州军等在城外。富家公子身边鞍前马后的就是云县之前的都尉李乾。江县令真是让本官好等。不对，你已经不是县令了，赶紧交出官印吧。我没理会新县令的叫嚣，而是扫视了一圈他带来的州军，个个身披盔甲，手持兵器，不少还骑着战马。盔甲兵器都是系统商店里兑换不了的东西，在我眼中价值千金，而整个云县连一头小毛驴都找不出来。战马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，在我眼中，新县令和这1000州军就是来送物资的。待会儿打起来千万别伤了马匹，这都是宝贝，也尽量别弄坏他们的盔甲，这都是好东西。好嘞，末将领命。原本我以为500宪兵对战1000州军并不容易，没想到竟能直接碾压取胜，还能生擒新县令，只是一不小心让李乾又跑了。这个李乾跟属泥鳅的一样，10几个弟兄都抓不住他一个人。大人，他肯定会回州府打小报告。知道怕了吧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爹可是百里学真，我是知州的儿子。你们识相点，赶紧把我放了，要不然等我爹派兵过来，可没你们好果子吃。原来你是知州的儿子，难怪能随意调动州军。不过该识相点的人是你，你还是去大牢里等你爹来救你。新县令被关进大牢，他带来的1000州军全被陈好安排进矿山当了苦力。但令我意外的是，这些被送去当苦力的州军竟然给我贡献了10几万感谢值。那些州军为什么在矿山当苦力当得这么开心？下官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们一看见野菜窝窝头就两眼放光，说什么要一辈子在矿山当苦力。看来岳小姐说知州克扣军粮一事不假，这些州军看起来至少2个月没吃饱饭了。吃个野菜窝窝头就对本县令感恩戴德，要是让他们吃上白面馒头，不得认我当祖宗？现在那些州军干活比百姓们都卖力，我已经把矿山上的百姓们都撤了回来开垦良田。前段时间种下去的种子有一些已经发芽了，百姓们说长得比往年都好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种子。系统商店兑换的种子都是现代科技优中选优的产品，比起古代的种子有着先天优势，即使云县土地贫瘠，也能获得比往年更好的收成。如果能够实现百姓们自给自足，不仅能省下来一大笔感谢值，还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毕竟生米恩斗米仇，长期供给百姓吃喝，将来难保他们不会生出别的心思。陈好又向我汇报了一些别的安排，我只管点头同意。有陈好这样得力的县城，我这个县令当的不要太轻松。但眼下还有一件事急需处理，我将吴良哥、岳禅荣和王大山都叫了过来，一脸严肃地宣布要造反。李乾逃跑肯定会回州府搬救兵，为了掩盖自己无能，他极有可能会夸大云县的兵力。咱们抓的新县令又是知州的亲儿子，到时候知州一句话就能给咱们扣上反贼的帽子。现在咱们不反也得反了。现在造反的人那么多，也不多咱们这一个。周军都打了，此时不反更待何时？属下听县令大人的。我满意的点点头。既然大家都有反心，那就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。就当我准备详细安排造反的事情时候，陈好突然打断了我。大人，下官认为不能反。为什么？我等为何要反？不是我们要反，是知州百里学真和那些世家大户们逼着我们反。你也看到了，云县刚有起色，知州就派儿子过来当县令。如果我们不抵抗，刚刚有些起色的云县将又遭大难，粮食会被他们拿去肥了大户，平头百姓只能继续做流民。为了百姓能真正安居乐业，这个反咱们非造不可。大人如果要造反，可想过后果？下官还是认为绝不能造反。我自认为造反理由十分充分，没想到陈好依旧坚决反对，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。现在陈好可谓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如果陈好不能跟我统一战线，那么我的处境将十分危险。我穿越成边关小县城的县令，蛮族入侵州府，不管百姓的死活，整个县城一片狼藉。我用系统商店兑换的粮食救助流民，重建县城。没想到知州听说我手中有粮，竟然直接派兵来抢。我被逼无奈，只能造反。可最信任的县城竟一再阻止我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反？是啊，老陈，一县之长在民言，民又以食为天。当今云县20万军民是食给他们吃的，反与不反都是大人一句话的事情。大人跟我们商议已经是看得起我们了，你怎么还跟大人唱反调呢？陈县城难道刚吃了几天饱饭，就忘了以前流离失所、被权贵豪强欺压的时候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各位听我说，云县天高皇帝远，反与不反其实朝廷并不在乎，但朝廷在云县百姓心中还是有些分量的。现在他们因为大人的恩情愿意跟着大人一起造反，可一旦遭遇困难又是否跟随也不好说。而且我们为何要反？禹帝又没来云县找我们的麻烦，现在威胁云县的只是百里家、河州城的那些世家罢了。你是说反百里不反朝廷？不是反，而是抵抗。百里家拖欠军粮导致边军苦战，欺压百姓，搜刮民脂民膏。如今云县刚刚重建知州，就兵临城下抢夺粮食，咱们抵抗知州是为了给百姓谋生路。陈县城说的不错，咱们的对手并不是朝廷，就算事情闹大了，朝廷来人追查，那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云县20万军民并不会被扣上反贼的帽子。是我考虑欠妥。陈好，你立刻去写告示，写明百里家的种种罪行，告知百姓我们现在被逼无奈，只能誓死抵抗，将云县县兵改为成州护民军，为成州和朝廷铲除奸贼。下官这就去办。吴良哥，你去告诉铁匠们，全力锻造战刀战矛，菜刀我管够，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将护民军全部武装起来。再组织民夫修缮城墙，完备军械，让木匠备下木料，让采石场采取巨石，留待我用。属下知道了。岳小姐，你从流民青壮中选人，底线3000上不封顶，组成民兵协助守城。王校尉，你带领3000护民军，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。末将领命。各位各司其职，云县是否能真正崛起，只看这一战，胜则龙腾万里，败则丧家失地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跟百里家、跟成州那些世家斗上一斗。我一番安排下去，所有人都热血沸腾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恨不得立即就开战。陈好很快就写出了告示，张贴出去。告示一句文言都没有，全是乡间大白话，还有好几个认字的衙役给老百姓大声道。百姓们听完告示，纷纷义愤填膺，将百里学真祖宗8代全问候一遍。岳禅荣直接就在告示边开始招收民兵，大家干劲十足。我则拎着一袋子白面馒头去了地牢找百里浩。百里浩是百里学真的亲儿子，最了解百里学真手里究竟有多少军务。这段时间给百里浩吃的都是野菜团子、野菜汤，百里浩这种贵公子肯定受不了。也不知道这些白面馒头能不能换来点有用情报。二公子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？我过得好不好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把我放了，要不然等我爹过来可没你好果子吃。就凭那些弱不禁风的州军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百里家可是有800私兵，个个装备精良，勇猛无敌，可不是州军能比的。我这还什么都没问呢，你就啥都往外说。看来这馒头还是带的多了，早知道空手来就行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云县3000兵卒，还有数不清的民兵，区800私兵可不一定能把你救出去。我爹可是跟很多边军将领有交情，成州附近的百战营、骁勇营、铁甲营主将都是我爹的知交好友。你一个小小云县还能跟3营将士比吗？原来还有边军，那可怎么办？
我好害怕呀！知道怕了吧？识相的就赶紧把我放了，再准备20万担粮草送我回成州，我还能替你给我爹求情。我考虑。考虑好了，你还是继续在地牢里待着吧。我不顾身后百里浩的叫嚣，转头就走。此前我还是小看了百里学真的实力，如果百里学真还有3营边军相助，就凭云县现在的实力，恐怕不能与之一战。我回到县衙，准备找王大山和岳禅荣商议对策，结果就听说岳禅荣已经快马加鞭去了与成州相邻的代州。他去代州做什么？代州和成州一样，都和蛮子接壤。代州边军8营长军大将吴素达是出名的忠臣良将，体恤将士，爱民如子。若是吴将军得知百里家欺压百姓，还抢夺百姓粮食，必定不会坐视不理。而岳小姐的父亲岳天成和吴将军有过一面之缘，岳小姐便想去求助吴将军。我刚刚去见了百里浩，得知百里学真跟成州边军3营交好。原本我还担心云县不敌3营边军，如果吴将军真的愿意前来相助，我们胜算很大。去代州一来一回至少要半个月，但成州近在眼前，恐怕不出5天，百里学真就能收到消息派兵前来，而且也不能确定吴将军一定会来。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走，到最后还是要靠我们自己。百里学真未必会一开始就请边军相助，我们的对手暂时还只有周军和百里家的私兵。周军不足为惧，私兵人数太少，尚有一战之力，只是咱们经不起伤亡。岳小姐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兵相应，安排他们在沿途阻挠周军。按照岳小姐的安排，等周军真到了云县时，人数绝不超过2000。只要用兵用得好，周军和私兵都不在话下。岳禅荣还有这本事？那是当然。岳小姐从小就和岳将军一起生活在军伍之中，比不少老将都有勇有谋。岳小姐临行前还留下了兵书，条条都是锦囊妙计。岳禅荣和王大山，一个足智多谋，一个骁勇善战。我之前还担心云县失守，现在则完全放心了下来。有他们2人通力配合，至少抵抗百里学真不是难事。然而想要跟3营边军对垒，我则还需要更多准备。我穿越成古代边关小县城的县令，靠系统商店兑换的粮食帮助百姓重建家园，不仅让20万流民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，还组织了3000护民军保护县城安危。然而我手中有粮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知州竟直接派兵来抢，甚至就连守卫边关的边军都参与了进来。为抵抗知州的私兵和与之交好的3营边军，我不断从系统商店兑换菜刀和精粮精肉，还斥巨资从药房购买了大量维生素和营养品，再将这些东西悄悄加进食物里，给护民军补充营养。现在每天消耗的感谢值就有300多万，刚好跟每天搜集的感谢值持平。幸好之前还积攒了一笔感谢值，要不然每天这么消耗，迟早转盈为亏。希望百里家的私兵都是一群酒囊饭袋，来支援的边军都是做样子，这一战能轻松解决。就在我研读岳禅荣留下的兵书时，王大山匆匆来报，百里学真的800私兵已经兵临城下。我和王大山赶紧跑上城楼查看，吴良哥陈好早就在城楼上等候。那个就是百里学真，成州最有钱有权的人，这个知州的官职没准也是花钱买来的。旁边那个就是他的大儿子百里明，听说之前花钱买了各校尉的官职，想去边军混资历，没想到蛮子还没来，他就直接跑了。就是这个百里明，当初骗我先锋营将士护送他去后方，害得我们背上了逃兵的污名。原来他是百里学真的儿子，怪不得贪生怕死。王大山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化为实质，身边其他原来先锋营的将士也都压抑着愤怒。我直接一声令下，先派出200骑兵迎战，由王大山直接带队。这200骑兵就是云县最精锐的战力，要迎战对面800人，人数上恐怕不占优势。你是担心如果输了，云县就保不住了？毕竟人数差异悬殊，百里学真作为成州知州，私兵也并非等闲之辈。3天饿9顿的私兵和我顿顿精里精肉的护民军，你觉得哪一方的身体素质更好？当然是护民军。听命行事的私兵和为百姓为自己而战的护民军，哪一方会更勇猛无畏呢？还是护民军。物质上精神上都是我方占优，区人数差异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况且200骑兵都是先锋营老兵，百里明害得他们从正规军变成逃兵，甚至沦落到假扮流民到云县讨馒头吃，叠加上仇恨 buff，200对800，我们完胜。大人，您说的 buff 是什么？你可以理解为金光护体。这是哪里的叫法？是什么方言吗？对，是方言。早年我游历四海，忘了从什么地方学来的，真怀念以前能游山玩水的生活。我顺坡下驴把这一茬接过去。就在我和陈好说话时，王大山和百里家的私兵已经打到了一起。不出片刻，王大山就大败百里家800私兵，逼得百里学真不得不收兵后退。王大山则十分兴奋地回来复命。大人，800私兵至少被我们剿灭了400，缴获了200多匹战马，还有大量兵器盔甲，咱们发财了。把能捡的东西都捡回来，用于装备护民军。老陈，你去把首战大捷的消息告诉百姓们，增加百姓们的信心。首战大捷后，我惊讶地发现感谢值又增长了一大截，一部分是因为原本先锋营的将士终于能够报仇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百姓们看到了希望。从前他们被世家压迫，后来虽然能吃饱饭，但还要担心世家来抢夺粮食。可如今首战大捷，让百姓们看到了希望，而我就是带给他们希望的人。有了这些感谢值，又能买一批菜刀，今后不仅能锻造战刀战矛，没准还能锻造整套盔甲。
金刚锻造的盔甲可比缴获来的粗铁盔甲好用多了。大人，事后来报，百战营和铁甲营已经在来增援的路上了。我没想到百战营和铁甲营这么快就来支援百里学真。边军和周军私兵并不同，是真正上阵杀敌的。如果真的跟边军对上，我还真不能保证能赢。现在他们走到哪儿了？属下正要禀报这个。事后说，昨日就已经看到两营边军在靠近云县，可直到今日，两营边军都只走了不到20里，还不如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走得快。照这个速度，恐怕还得明天才能到达云县附近。他们怎么走得这么慢？百战营的老都尉十分骁勇，可却不幸殉职。新上任的都尉单志秀原本在宫中禁卫军任职，一身之粉味，百战营在他手里早就对不起百战之称了。听说单志秀整日鼻孔看人，想着怎么回京，这次可能就是领个军功，想办法调回京城。如此看来，百战营应当完全没把云县放在眼里，加上主将根本不想打，因此才走得这么慢。那铁甲营为何也跟乌龟爬似的？铁甲营的主将劳荣威出了名的贪财抠索，打劫蛮子，打劫商队，甚至还打劫其他营的补给，有战他就躲，有便宜他就上，抠抠搜搜攒了无数金银，喜欢各种买军备。说句不夸张的话，我半个先锋营就能灭了他整个铁甲营。原来是个 VIP 玩家，装备最精良，战力最拉胯。什么为什么？大人你咋老是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？这不重要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只要知道百战营和铁甲营并不是真心支援就好。今日百里学真肯定不会再次进攻，百战营和铁甲营明天到了也不一定直接开战，让将士们好好休息。今晚咱们吃烤全羊，喝羊肉汤，让城中妇女们都来城门下生火做饭，能做多香就做多香，最好能让对面流2里地口水。没一会，城中负责做饭的女人们就都拿着家伙事儿到了城门口，一口口大锅被支了起来。我拿出了从系统商店兑换的羊肉，还有大量的现代调味品。有了调味料的加成，一锅鲜美的羊汤飘香10里。我特意交代剔骨头的时候不要把肉剔得太干净，直接将带着肉末的骨头扔到城外不远处，吸引了大量的野狗抢食。事后来报，百里家的私兵也已经开火做饭了，看起来就是野菜饼子野菜汤，毫无食欲。刚才还有人看到百里家的私兵跟野狗抢肉骨头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你让人把骨头扔得再远一些，就是要让他们抢，让他们看看咱们吃的有多好。越是差距明显，他们心理落差越大，打起仗来就越力不从心。我懂了，大人，这就叫杀人诛心。两军交战，敌军马上就要打到城门口，而我却让城中妇女们都聚集到城门外，支起大锅煮上羊汤，把敌军馋的口水流了2里地。敌军顿顿野菜饼根本看不见肉形，就连我扔掉不要的骨头都捡回去吃。殊不知这却正中我的圈套。大人，咱们昨晚扔掉的肉骨头全被敌军捡走了，今早他们就喝上了骨头汤。早知道就该给那些骨头上抹点料，不然白白便宜了他们。这些都是小问题，你猜猜他们喝过了骨头汤，还能不能再吃得下去野菜饼？吃了这顿没下顿，和顿顿吃不饱一样难熬。那咱们今天还扔肉骨头吗？当然要扔，为什么不扔？他们今天吃了这顿好的，今晚咱们扔的骨头他们肯定还会捡回去吃。今晚扔的时候记得让兄弟们悄悄撒点料，我记得城中有好几家医馆，你挨个去问问有没有巴豆粉。属下知道了，一定好好招待那些人。傍晚时分，我再次召集了城中妇女在城门口生火做饭，这次却要求将骨头上的肉仔仔细细的剔干净，骨髓都得敲出来，剩下一点骨头渣则扔得越靠近百里学真的营帐越好。要是他们吃了这些骨头，肯定会一泻千里，溃不成军。要是不吃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忍得住。百里学真明明那么有钱，怎么手下的兵连口肉都吃不上？这就是所谓的豪门世家吗？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打探情报的兄弟们亲眼看见，百里学真和百里明顿鸡鸭鱼肉，他们才不跟普通士兵一样啃野菜饼呢。饭都吃不到一个锅里，怎么可能一条心？怪不得装备这么好，战斗力却这么差。对了，来支援的百战营和铁甲营到哪儿了？分别在云县东西方向驻扎，各3000人马。那气势跟百里家的私兵就是不一样，远远看着就让人害怕。百里学真后方还有4000周军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一路上被咱们的乡勇游兵偷袭骚扰，伤亡惨重，早就没了军队该有的样子，完全不足为惧。我就说周军怎么还不来，原来是耽误在路上了。周军领兵的是谁？就是咱们的老熟人黎前。原来是运输大队大队长。之前黎前和百里浩带领1000周军来云县闹事，云县毫发无伤，实况多了1000多苦力，步明军有了第一批正经的物资。李前又送人又送东西，被我封为运输大队大队长。也不知李前知道自己在云县还担任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内心会作何感想？无良哥汇报着李前这一路上的遭遇，不是被乡勇埋伏，就是被游兵偷袭，一路上掉落了不少好装备。除了战马这种稀缺资源被送到了云县，大量物资都被乡勇游兵自己留了下来。现在咱们的乡勇队伍颇具规模，附近还有很多土匪流寇也加入了进来，干埋伏偷袭这种事情，他们可比普通乡勇熟练多了。也不知道大队长到了云县，物资还能剩下多少？那要不让路上的兄弟们少抢点，给云县留一些。区周军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咱们要抢的可是铁甲营，要是能够把铁甲营的装备都抢过来，那可就赚大发了。百战营和铁甲营都已经到了云县外，可两营却并没有进攻的意思。直到日上3竿，才有人来报，百战营一名都尉带着1000人马攻城。不是说百战营更擅长野战，铁甲营更擅长攻防吗？怎么来进攻的是百战营？
是我记错了，还是他们派错人了？人是百战营的人，但是装备看起来却是铁甲营的装备。那几辆投石车又贵又笨重，除了铁甲营，没有哪个营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辆。原来正经投石车长这样，老王去抢过来。末将领命。王大山很快就指挥护民军应战，百战营十分骁勇，还有铁甲营提供的精良装备，护民军打得十分艰难。我站在城楼上捏了一把汗，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战。要是输了，前几天积攒起来的士气肯定会大受打击。普通玩家跟 VIP 玩家打起来就是费劲。县令大人，咱们的投石车也准备好了，直接用燃烧弹，把最好最精良的弹药全部用上，此战绝不能输。好嘞，都准备好了。云县并没有正经的投石车，全是木匠们苦思冥想好几天制造出来的仿品。投掷的石块重量不能太大，投掷距离也不远，但在石块上工匠们下足了功夫。我又把从系统商店兑换的汽油和酒精藏进了石块里，投掷出去并不是单纯的使用，而是燃烧着的炸弹，杀伤力比一般的投石车强太多。有了投石车的加入，护民军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经历一番苦战，攻城的百战营终于败退收兵，护民军也伤亡不少。王大山虽然负伤，可却依旧神采奕奕。大人，咱们有投石车了，整整3辆。兄弟们打的时候可小心了，一点没坏，还缴获了大量兵器。这一战咱们战利品颇丰，让工匠们好好研究研究投石车，争取能够自己制造出一模一样的。这一仗打完，咱们损失惨重，要是敌军再来进攻，恐怕咱们撑不住。咱们看似有3000人马，可却只有1000老卒，其他都是刚训练不到2个月的新人。对面又个个身经百战，实力差距过大，只能智取不能强攻。你知不知道百战营和铁甲营的弱点是什么？这还真不好说。若说百战营擅长野战，不擅长攻城，可今日如大人所见，他们也不是不能攻城，能在边关驻守这么久，哪一营都没有致命弱点。要想智取，还真的要想想办法。我正思考时，无良哥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2人，其中1人穿着护民军的衣服，另1人则穿着百战营的战甲。我一惊，正要命人拿下百战营的人，没成想对方竟然直接给我跪下了。县令大人，我叫张三，求县令大人救救百战营的弟兄们吧。大人，此人是百战营的一个师长，和咱护民军的张四是同乡，2人打扫战场时偶遇。这张三说百战营将士根本不想攻城，奈何被人威胁，才不得不做这些违背良心的事情。百战营这么多人，受了谁的威胁？你又怎么认为本官一定能救你们？威胁百战营的就是百战营主帅单智秀，我听说县令大人爱民如子，肯定会帮我们的。那你说说，单智秀是怎么威胁你们的？我穿越成古代边关小县城的县令，靠系统商店带领全县百姓吃饱喝足，没想到知州却派兵前来抢夺粮食，就连边军都帮着知州为非作歹。我靠系统商店武装护民军，好不容易守下大业，没想到事后敌军竟然直接跑到我面前，不畏行刺，却是来喊救命的。你说说单智秀是怎么威胁你们的？那小可爱自从接管了百战营之后，就设立的督战队全都是他的亲信。督战队把百战营大小将领们的家眷全都抓了起来，名义上是代为照顾，实际上就是用来当威胁将领们的筹码。只要我们有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地方，家眷们就会有危险。小人只是一个小小师长，刚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也被抓了去，我那妻子柔弱不能自理，小人实在害怕他出了什么意外。单智秀竟然这么歹毒！我略一思索，如果张三说的是真的，单智秀真的将百战营将领们的家眷都抓了起来威胁他们，那么只要能救出这些将领们的家眷，百战营必定不会再听从单智秀的命令。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家眷都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小人不知，但小人猜测肯定跟百里家脱不了关系。单智秀跟百里学真交好，我们的家眷说不定就在百里家的某个庄子上。你且先回去给其他将领带句话，只要能拖延上10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救出你们的家眷。到时你们倒戈反了单智秀，还是想做别的什么，全凭你们心意。小人一定把话带到。第2天，百战营依旧前来攻城，看起来气势汹汹，但战场却十分诡异。两军将士们都原地不动，双方主将打得有来有回，战鼓擂得震天响，战果却是一点都没有。打架打得有来有回，心照不宣的演戏给单智秀看，这一回合就不如上一回合打得好。百战营那个演得太假了，一个步兵单挑30个骑兵，怎么还能全身而退呢？大家都是第一次演这种戏，这一回合战况就好多了，用不了几次就能熟练掌握演戏的精髓了。只要能瞒得过单智秀，演得夸张一点也没什么。张三偷偷传来消息说，百里明和单智秀一直在一起观战。百里明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根本看不懂战况，只会大呼小叫夸打得好。有了百里明在旁边干扰，单智秀早就被夸得飘飘欲仙，根本不会思考战况。这百里明可真是咱们的神助攻。对了，咱们还得去看望看望百里浩，尽快问出单智秀关押将士们家眷的地方，将他们营救出来。原本我以为要问出情报并不容易，结果不到3炷香的功夫，百里浩不仅说出了关押百战营家眷的庄子在哪，就连庄子里有几块砖都交代清楚了。这百里浩就该改名叫百里豆勺，我还什么都没问呢，他就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都说了，我还以为审他得费点功夫呢。也不知道百里学真是怎么养出这2个奇葩的。
有时候我都分不清这两兄弟究竟是不是咱们派去的卧底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营救百战营的家眷？如果护民军出动，肯定会被他们盯上。这是最好还是让原本就在城外的人去办？前几天不是说有一批土匪流寇也加入了乡勇游兵之中？这种打家劫舍的事情还得他们去做。那些人平日无法无天，要是他们临阵倒戈怎么办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然他们已经加入了乡勇，那就都是咱们的兄弟，不能再戴着以前的有色眼镜看待他们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护民军和百战营继续有来有回的打了几天，派去营救百战营家眷的土匪终于传回了消息，百战营家眷一共132口人，全部安全救出，现在分散安排在附近百姓家中。百里学真的庄子里原本有50多周军看守，也被全数歼灭。随着情报一起送到我手中的还有一枚长命锁，是百战营一位都尉的小儿子常年带在身上的。我给张三放出消息，晚上在城外的小树林见面。令我意外的是，百战营的3位都尉竟然都在，正好你们3人都在。这是你们谁儿子的长命锁？还挺精致。是我的孩子，大人，您真的把他们全都救出来了。本县令说到做到，现在各位的家眷都被百姓们好好照顾着，各位不必再担忧家人的安危。县令大人既然看得起我们这些人，等云县解围，我等就去云县效力。等事情办成之后，你们的家眷都可以自行接走。明日就是云县和百战营的最后一战，还请各位多多配合。这是我亲手制作的天崩地裂伞，明日开战前把这些放到单智秀和他的亲信们的饭菜里，有奇效。敢问大人什么是天崩地裂伞？其实就是巴豆粉，这一大包得有50斤吧？这是让单智秀当饭吃啊！那要不你们留一半下次用也行，主要是第一次磨这玩意儿，我也不知道能磨出来这么多。我已经能想象到明天单智秀会是什么样子了。第二天我一觉醒来，王大山已经准备好了护民军，准备强攻百战营。我和陈豪2人共乘一马一同前去。大人，我怎么记得以前你会骑马来着？几年前你来云县上任不还骑马游街来着吗？那是你记忆错乱了，骑马游街的是上一任县令。那不对呀，上一任县令就任的时候我还在州城上学堂呢，都没在云县。我就说不能太劳累，你看看你，年纪轻轻就已经出现记忆错乱的症状，老了可怎么办呀？其实我现在这么劳累，干的一大半都是县令大人您的活。好了，别说话了，咱们到了。这味道一闻就是正宗天崩地裂死。我和陈好、王大山、吴良哥一路畅通无阻地冲进百战营。百战营的3位都尉已经将单智秀生擒，单智秀身上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，看起来十分狼狈。你们竟然敢用这么下流的手段！兵不厌诈的道理，单将军没听说过吗？这只是我送给单将军的一点小礼物而已，单将军不会不喜欢吧？你看我像是喜欢的样子吗？我看你挺喜欢的。行了，别骂了。单将军应该知道，我云县和百战营并不是仇敌，我的目标从来都是百里学真，交出百里学真和百里明，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说真的？信不信由你。他们去了铁甲营，想要说服铁甲营出兵攻打云县。糟糕，云县所有护民军都在这里，如果铁甲营出动，云县毫无还手之力。召集所有人前往铁甲营。我靠系统商店让边关小县城20万百姓吃香喝辣。知州得知我手中有良计，直接派兵来抢。我调动全县护民军围剿知州所在的军营，可没想到知州竟早就前往另一处军营搬救兵，打算趁县城没有一兵一卒时直接拿下。让兄弟们再快点，一定要在铁甲营出动前拦住他们。大人放心，铁甲营主将劳荣威是个出了名的精明商人，无利可图，他才不会这么快出兵。百里学真刚刚离开没多久，这么短的时间还不足以劝说劳荣威出兵。希望劳荣威不要做这么赔本的安排。前面就是铁甲营驻扎的地方了，真豪华呀！坏了，他们的武器怎么都摆出来了？难道百里学真说服劳荣威了？他们虽然列阵，但是看起来并没有要进攻的意思，会不会是为了吓唬我们，想让我们撤退？陈县城说的有道理，那个就是铁甲营的主帅劳荣威。原来是将县令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咱们就别说废话了，我只是想守卫云县百姓，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不知劳将军能否退兵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知州可是答应我，如果拿下云县，一次性给我3年的粮草，不知道将县令能不能开出更高的价码？我听说百里学真还欠着边军粮草，铁甲营怎么就能相信他会一次性给你3年粮草，而不是耍你呢？我不相信他，难道相信你吗？比装备护民军肯定比不过铁甲营，要是不能把铁甲营劝回去，云县势必失守。可这铁甲营都这么有钱了，难道真的缺这3年的粮草吗？他会不会跟百里学真还有别的合作？老陈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现在到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，想办法把他们劝回去。大人放心，比嘴皮子我还没怕过谁。劳将军，下官云县县城陈好，将军是聪明人，应该能看得出来，我云县只是想自保，并不是谋反。百里学真和他的家族鱼肉百姓为祸乡里，贪赃枉法，倒卖军粮，
现在更是撕掉边军攻击县城，就是为了我云县百姓口中粮食，种种罪行罄竹难书。与我云县和护民军不死不休的是他百里学真，与铁甲营无关。只要将军交出百里学真和他儿子，铁甲营可从容退走，我云县绝不为难。陈县城应该知道，云县护民军可不是我铁甲营的对手。反正我铁甲营本来也没什么好名声，我直接绕过百里学真拿下云县，稳赚不赔。百战营已经进攻云县整整10天，可却没有任何效果。劳将军真的以为铁甲营能够直接拿下云县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百战营根本没打算跟你们真刀真枪的打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说服那几个都尉叛变，但我铁甲营可没有内部矛盾，你们那点小伎俩对我没用。就在陈好和劳荣威你来我往谈判的时候，一支1000人步兵一路小跑过来。我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李乾和1000周军。周军从州府出发，一路上被乡勇游兵埋伏偷袭，没想到现在才终于到了云县。李乾带着1000周军并没有到铁甲营旁边集合，而是都站到了护民军这一方。县令大人，云县都尉李乾前来支援。你不是投靠百里学真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嘿嘿，这白面馒头蛋花汤就是香啊！兄弟们也想吃顿饱饭。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是云县的都尉，当然得跟云县站在一边。大人，听说李乾和周军昨天就到了，只不过直奔实况，想要营救之前被抓的1000俘虏，说不定他们已经被实况上的俘虏策反了。听说只要在实况干活就能1天3顿顿顿吃饱，这是真的吗？吴哥，这么正常的称呼，怎么你叫起来这么恶心呢？吴哥，您多听2天就听顺耳了。我没空管李乾那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但看起来现在李乾和1000周军已经完全听命于我，我瞬间就有了跟劳荣威对峙的底气。反观劳荣威，得知周军投靠云县后，气得吹胡子瞪眼。李都尉，你变脸的速度可比你逃跑的速度快多了。我也没办法了，劳将军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要不你替我们想想办法。劳将军，要不咱们还是各退一步，打架伤和气，跟云县做朋友，可不比跟百里学真当朋友的好处少。陈好继续尝试劝说劳荣威，还不等劳荣威有所反应，又是一匹小马从远处跑来。正是岳禅荣，我大喜过望，没想到岳禅荣这么快就从代州回来。如果吴素达吴大将军前来支援，那么铁甲营不得不退兵。可等岳禅荣走近，我才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劲。师突骑，县令大人，师突骑要来了。我从没听说过师突骑，但看周围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，不由好奇师突骑究竟是什么。而且更让我好奇的是，岳禅荣不是去代州请吴素达了吗？为什么又会遇上师突骑？发生了什么？你慢慢说。我原本要去代州找吴将军，没想到半路上却被师突骑的人偷袭，幸好被一个路过的商人救了下来，这才保住一条命跑了回来。师突骑正在往牛头寨逼近，前锋距离牛头寨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。师突骑是草原蛮子，是蛮子的其中一个部落，一般在靠北的岐山附近活动。这次蛮子王庭召集各部落抢掠大夏边境，但因为师突骑的位置距离太远，等他来了，蛮子其他部落打完秋风都回家抱孩子了。看来是师突骑不满足于直接打道回府，想要再劫掠一次边关。马上就要到冬天了，他们只会放牧，根本没有过冬的粮草，只能靠抢劫边关百姓。上以4大劫掠之后，成州边军大部分被打残，都在州城附近整顿。师突骑这次前来，恐怕整个成州都保不住。谁说保不住？你当我铁甲营都是废物吗？小姑娘，老夫问你，师突骑来了多少人马？师突骑全部轻壮，约莫有3万精骑。区3万而已。是我铁甲营的时候到了，立即开拔，全速前进，目标牛头寨。将县令，铁甲营要前往牛头寨迎敌，就不跟您废话了。百里学真和他那傻儿子就在后面的营帐里，但我劝你还是留他们一条命。师突骑突袭成州，成州大难将至，万一我等拦不住，州衙有个管事的总比没有好。大乱之后起码有人收拾，言尽于此，告辞了，将县令。铁甲营几乎是立即就收整好了所有武器，片刻之后就井然有序地往牛头寨的方向离开。我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不是说劳荣威有死战都躲着保存实力吗？现在他这是怎么了？想用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家底，用铁甲营3000人去挡师突骑3万大军？铁甲营并不是去迎敌，而是去送死。我和铁甲营为争夺粮食即将开战，可这时却传来边关急报，有3万蛮子精锐大军入侵。就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铁甲营已经火速整顿军备，区区3000人前去迎战。一向贪财如命的铁甲营将领竟打算用攒了一辈子的家底孤注一掷。我看着突然离去的铁甲营将士充满疑惑。师突骑是蛮子里最凶残的部落，足3万精气，都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好手，就算老将军装备精良，也难以抵挡师突骑的入侵。铁甲营区3000人，就算个个都能一个打10个，也只能勉强打个平手。现在还是得去代州请吴将军。将县令，我的马是不是能还给我了？你的马也被乡勇偷了。说到这个我就来气，我就上了个茅房，出来我的马就不见了，那可是跟了我好几年的马，别的马我都骑不惯。说句不谦虚的，你把我的马还给我，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成州第一速度。吴良哥，你带李乾去找他的马。李乾，代州一来一回至少需要15天，但我只给你10天时间。
必须带着吴将军的10营大军回来。末将李乾领命。李乾跟着吴良哥一溜烟就跑了，但这次他并不是逃兵，而是去搬救兵。这一会儿功夫就已经看不见铁甲营的影子。我不明白铁甲营为什么非要前去迎敌。一边思考着，我一边走到了百里学真的营帐。此时他的身边只有百里明和几个家仆。知州大人，你输了，百战营和周军都被我收编，铁甲营也已经撤退，云县还是我的，你抢不走云县，也抢不走我的粮食。小人得志，我现在还是朝廷任命的知州，你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老贼，师突骑入侵边关，你应该感谢他们救了你一命，滚回去守好你的州城，等事情结束了，我和护明军再去州城找你算账。百里学真带着他的好大儿连滚带爬的离开，我则开始着手处理善后。百战营的3位校尉已经稳住了百战营军心，单志秀被关进云县大牢，护明军和乡勇游兵自有王大山和岳禅荣整顿，云县大小事务我都已经交给了陈好和吴良哥，就连前往牛头寨迎敌的铁甲营也有李乾给他们搬救兵。百姓们还不知道师突骑要来的事情，整个云县都井井有条，十分和谐，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劳荣威走的时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到了？他明知这是必死的一战，为什么还要迎敌？为什么不留在云县？云县城门一关，百战营和铁甲营在云县里吃穿不愁，照样能守护一方百姓，为什么一定要以卵击石呢？县令大人在想什么？你已经发呆快3个时辰了。我在想铁甲营。大人是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迎敌。劳荣威贪财如命，斤斤计较了一辈子才攒下了铁甲营这么多军备，为什么要去送死呢？蛮子大军压境的时候，其他很多营都退了，你弟也并没有派兵增援。其实那时候勇武营不用死战，我爹也可以退兵，只要我爹往后退哪怕20里，勇武营就都可以活下来，但是他没有。勇武营为何不退？保存实力不行吗？可是往后退一步，丰县就没了，再退一步，清县也就没了，一直退下去，整个大夏就要没了。云县也曾被蛮子洗劫，可如今不还是重建家园，大家都好好的。我爹说勇武营的时候到了。什么时候到了？劳荣威走的时候也说过这句话，这是你们边军的什么暗号吗？我只知道铁甲营在蛮族大军压境时退了，那时候我爹说还不到铁甲营的时候，原本我也以为劳荣威和铁甲营都是一群匹夫，可今天劳荣威说他的时候到了。我听完岳禅荣说的话，顿时觉得五雷轰顶，这世间就没有不可以退的军务，但天下不能全部是退却的军务，总要在关键的时刻，面对不可战胜的强敌面前，在所有人都恐惧后退的时候，有人能够站出来。蛮族大军入侵时是勇武营站出来的时候，现在师突骑来犯是铁甲营站出来的时候，那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师突骑来势汹汹，我竟然还在想守住云县，要是边关破了，难道云县还能独善其身吗？到时候民不聊生，我还收什么感谢之？岳小姐，咱们的时候也到了，通知王大山和百战营前往牛头寨增援铁甲营。很快3000护民军和2000百战营将士就集结完毕，陈好和吴良哥被我安排留在云县，集结乡勇游兵保护城中百姓安全，我则和王大山、岳禅荣一起前往牛头寨。前面就是牛头寨，我们到了。牛头寨此时已经十分残破，看得出来经历了一番残酷的大战。此时劳荣威正在营帐之中，已经身受重伤。看到我和王大山、岳禅荣，劳荣威明显愣了一下。你的时候还没到，你来做什么？滚回去！我从外面一路走来，铁甲营已经10不存1，你还能守牛头寨几天？还是几个时辰？现在不是我的时候。什么是我的时候？你个黄毛小子懂什么？谁让你带着人来送死的？劳荣威看起来已经十分虚弱。我虽然拥有系统药房，但即使现在给我一座医院，恐怕劳荣威也已经无力回天。我只能无奈摇头，不打算跟他继续斗嘴。劳将军，您可还有什么未尽事？我江浙一定帮你办到。我能有什么未尽事？只可惜我攒了一辈子的军备，竟然只能挡得住蛮子几个时辰。你小子听好，我铁甲营也是要青史留名的，那些伤兵残将，你替他们寻个好出路。劳将军放心，这些铁甲营伤兵我云县养老送终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劳荣威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，岳禅荣直接哭出声来。铁甲营如今只剩下190多名伤兵，完全无法再战。劳荣威攒了一辈子的军备也已经消耗殆尽，劳荣威捐躯，铁甲营算是彻底没了。然而现在可没时间留给我们伤感，牛头寨外还有3万师突骑虎视眈眈，现在轮到我们死守牛头寨了。草原蛮子入侵，铁甲营以区3000人抵抗蛮子3万精锐骑兵。等我带着支援赶到时，3000兵卒死伤殆尽，防守边关的牛头寨也残破不堪。而我则必须用临时拉扯起来的5000人马抵抗剩下的蛮子主力，为后方百姓撤离争取时间。牛头寨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，但师突骑人数远远多过我们，如果一轮一轮的攻上来，我们恐怕难以招架。论战力，师突骑未必是铁甲营的对手。听那些伤兵说，师突骑一直采用车轮战，每次只用5000人攻城，剩下的人马则都在后方休整，等这5000人打累了，就再换5000人上来。铁甲营就这么坚守了1天1夜，挺住了30多轮进攻，直到咱们赶到前几个时辰才把师突骑逼退。师突骑只是暂时后撤整顿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来。
除了勇武营1000老卒和百战营2000精兵，护民军几乎没有战力，盲目冲锋只能是送死。我们也不是要跟师突骑硬碰硬，而是要拖延时间。只要能撑到吴素达将军的支援，我们就算赢了。县令大人打算怎么撑到吴将军前来？别催，正在想。你们俩先告诉我，为什么牛头寨易守难攻？牛头寨北面有山，南面有河，两边都是山坡，只有一条路能进入成州。牛头寨就是蛮子入侵的必经之路，这里地形复杂，非常利于防守。最主要的是，牛头寨有附近唯一的水源。如果是突骑从别的地方入侵成州，根本没有能攻3万大军使用的水源。现在天气寒冷，他们囤积的粮草也不够消耗，所以每次与蛮子打仗，牛头寨都是重中之重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地形，咱们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勇武营曾经固守牛头寨，附近地形没人比我们更熟悉。岳小姐，你先留下来整顿护民军，清点铁甲营还能用的军备，将伤兵都送回云县治疗。我和王将军去就回。我知道了。虽然王大山拿出了牛头寨详细的地图，但我还是让王大山带着我在附近走了一圈。以我常年玩塔防小游戏的经验来说，牛头寨确实易守难攻。一路上王大山都在跟我讲兵法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一个字都没听懂，也不知道来支援牛头寨这个决定是对是错。我连塔防小游戏都玩不到最后一关，现在就要真刀真枪的打起来。待会儿还是得去系统商店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。真要算起来，我也算得上是 VIP 玩家。我在系统商店里转了一圈，最终目光停留在了儿童玩具区。上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熊孩子，这次我也决定带着5000护民军当一回熊孩子。这些乱七八糟的小玩具正好能用得上。杂七杂八买了一大堆东西后，我立刻叫来了王大山和岳禅荣安排作战计划。师突骑既然擅长马上作战，那就让他们骑不了马。这东西叫玻璃球，让人把这些小球都撒在地上。师突骑要是骑马过来，肯定会被绊倒。只要有一个人倒了，剩下的人都会被牵连，到时候让他们乱成一锅粥。我把玻璃球递给王大山，我专门挑了黄色的玻璃球，撒在沙土地上，根本看不出来地上有东西，也不知道这个时代有没有玻璃。但这一个个圆润光滑的半透明小球，明显让王大山眼睛一亮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石头，颗颗晶莹剔透，莫不是什么宝石？用来阻拦骑兵，岂不是要用掉上万颗？实在是太浪费了。这就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，10个球才能换一个大白馒头，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完了。不够了随时找我要。大人，你莫不是在说笑？这等稀罕物件怎么会这么便宜？物价就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让你用你就用，一定不要吝啬这小玩意儿。只有暂时减缓师突骑进攻的速度，咱们才能接着打下去。紧接着我又拿出水晶胶，也是特意选的黄色，软趴趴黏糊糊的一坨，看上去容易联想到某些很有味道的东西。岳小姐，你先别怕，这不是什么脏东西。你带人在牛头寨前面挖几个大坑，然后把这东西放在坑里，上面用烂布烂网一遮，玻璃球只能暂时减缓骑兵前进的速度。但师突骑毕竟擅长马上作战，拦不了太久，只能出此下策，恶心他们了。我知道附近有一种草，气味刺鼻难闻，可以让人采一些回来碾碎，和这玩意混合在一起，效果更好。坑不用挖得很整齐，要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就是要让他们捉摸不透，不敢贸然进攻。这东西的质地好奇怪，掉进这样的坑里，想要爬上来可就难了。这东西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你只管带人挖坑，千万别替我省东西。这些东西只能暂时抵挡正面战场，如果师突骑想要从侧面和后方进攻，那就利用地形优势防守。只要能暂时拖住，我就不信师突骑连吃2次败仗，还能第3次发起猛攻。我源源不断的从系统商店购买玻璃球和水晶胶，护民军也十分给力，不到1个时辰就已经在牛头寨前方布置好了陷阱，就等着师突骑前来进攻。与我料想的一样，师突骑仗着人数优势，很快就要强行进攻。几千师突骑人骑着战马快速袭来，可却被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球绊倒，又被大坑拦住了去路。这些坑里除了县令大人变出来的法宝，还有泥浆，师突骑想要直接冲过来是不可能的。骑兵冲锋讲究的就是速度，现在师突骑的骑兵被拦下来，他们的阵型已经完全乱了，想要再次冲锋会相当困难，正是我们反击的好机会。让弓箭手专门进攻他们的2翼，把人都往中间赶，让他们不能分兵绕路。玻璃球和泥坑拦不住他们太久，让百战营的兄弟们做好准备迎敌。我打了这么久的仗，还是第一次见用步兵进攻骑兵的。师突骑人仗着自己人高马大，骑兵悍勇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也该让他们见识一下大夏步兵的厉害。我和王大山、岳禅荣拿出儿童望远镜观察师突骑的战术布置，看到师突骑后方还有一小股骑兵护卫着一个老头，想必就是师突骑的大酋长哥舒。如果能够将哥舒生擒或者斩于马下，师突骑必定军心大乱。哥舒一直在师突骑最后面指挥，咱们根本摸不到他身边去。你们快看，有人冲着哥舒冲过去了。我定睛一看，果然有几十个骑兵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师突骑的侧后方，领头的一人直接冲到了哥舒面前，手里的大铁锤挥舞的虎虎生风，竟然是老熟人百里明。
3万蛮子惊奇入侵边关，我临时拉起一支5000的护民军抵挡。就当我在苦苦抵挡蛮子的进攻时，曾经一个见人就跑的怂包出现在战场，甚至还一锤把蛮子的主将给锤飞了出去。我的老天爷啊！百里明这么猛的吗？60、70个骑兵，锤子抡一圈就全打飞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当时蛮子全军来犯，他直接怂的骗我们1000人护送他回去，还以为他只是个草包，今个看起来就是无双猛将啊！问题是，他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当时他不是和他爹灰溜溜回成州了吗？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，哥舒波已经被百里明的锤子砸得负伤败退。蛮子一看主将都退了，也不再和泥坑做斗争，也跟着退。一时间，师突骑全面溃败。王大山兴奋地和士兵又追了他们5里地，这才意犹未尽地回来。之后，我带着王大山来到了营帐看望百里明。这次大家死里逃生，全靠这家伙的功劳。当然，我们也都好奇，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然而，我们刚接近营帐，就听到了百里明的惨叫：“我悠悠，我悠悠，疼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呀妈呀！”营帐里有军医正在给百里明上药，结果他却疼得滋哇乱叫，搞得军医都没办法包扎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就是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主，空有壮硕的体魄，但心性还是个小孩。百里明，你怎的来了？上次打仗我害怕，跑回去了。后来听说因为我先锋营没了好多人，我心里不舒服，所以你就来，想让自己没那么愧疚吗？我爹不让来，我偷偷跑的。我想，如果我能帮你们守住牛头寨，可能那些兵卒也就不会再骂我了。那你上次害怕，这次就不害怕了吗？怕呀！你不知道，我在远处躲了好久，那些蛮兵没来的时候我就躲着了，一直就不敢出来。后来实在等不住了，我就想找个人最少的地方冲，就朝着那堆人去了。谁知道上去了反而不怕了，从小练的那些手艺都用了出来，原来那些人也没那么可怕。我真是无语了，看来我猜的还真没错，合着这家伙不是去进行斩首行动，只是想以多欺少。那老头还真倒霉，堂堂蛮子首领被百里明当软柿子捏了。搞明白缘由后，我便让他安心养伤，随后找到了岳禅荣。今天一整天，我都一直让他带着一队人马安心休息，没有上战场，因为他还有另外的任务，那就是夜袭师突骑。这些是燃烧弹，你带着人，每人拿1些。今天还缴获了400多匹战马，全都给你，不必恋战，把这些全砸过去，让他们没办法睡安稳觉就成。岳禅荣领命后，就去进行了最后的休息。当晚凌晨，远处的师突骑大营就火光连天，喊叫声、怒喝声不绝于耳。一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，岳禅荣才回来，兴奋地向我汇报着师突骑如何哭爹喊娘。然而我的眉头却越走越紧，因为这并非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师突骑经过长途跋涉和连日失败，人员伤亡损失已经接近1/3，主将还直接被打伤。对于一个蛮荒的草原部落来说，已经是在最后的底线边缘。加上游牧部落胜则聚，败则散的习性，照道理师突骑应该当时就引起连锁反应，开始四散溃退才对。我感觉他们当时非常混乱不堪，距离崩溃就差最后的一点点了。最后一点点了，可我们哪里还有力量去戳破最后的一点点？师突骑损失惨重，护民军和百战营何尝不是？护民军中1000老卒和2000百战营伤亡损失超过1/3，新兵更是恐惧蔓延，刀甲器械损毁，防御手段尽失。如果2万师突骑能鼓起最后的勇气再进攻一次，肯定能在半天内击溃我们，冲进成州去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！我和王大山、岳禅荣连忙来到城楼上，只见随着号角声，师突骑人齐齐出现在天边，没有纵马狂奔，也没有兴奋的嘶喊狂叫，只是沉默的、整齐划一的缓慢前行。而为首的将领已经换成了大酋长的儿子哥舒山。一旁的王大山忽然浑身颤了一下，我们可能有大麻烦了。剩下的2万师突骑全部倾巢而出，我们自然是有大麻烦，不，还要远超不止。大人，你与草原部落接触不多，可能对这种感觉不太熟悉。这种低沉、压抑、缓慢又稳如泰山的感觉，我感受过一次，那就是元蒙王庭大汉亲军复兴军3000骑，仅3000骑，连破3营军阵，辗转战斗半日，最后彻底打残萧起营，完整的呼啸而去。但现在的2万骑，全都给我相同的感觉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一夜间全都进化成大汉亲军了？大汉亲军悍不畏死，就算被俘虏也会立刻原地自裁，视死如归。看来昨天是突骑首领被伤，晚上又遭遇袭扰，把他们逼到了崩溃边缘，打算进行最后的总攻了。真是妈了，人没给整崩溃，反而让人激起斗志了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。县长大人好像不是武将嘛，何谈胜败？我听着味道不对，忽然瞥见王大山的脚似乎在发力，连忙后退2步。王大山，本官是护民军指挥使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我不走。大人何必和我们同死？你能做的事情还很多，有你在云县20万百姓就有希望，有你在云县就还在，不必与我们同死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胡说什么？会不会死还不一定呢。我扔给王大山望远镜，让他往后看，远处战鼓响彻，一队人马正扬着沙尘前进，那是成州的边军3营。牛头寨的士兵也欢呼出声，远处的师突骑也停了下来，一骑探马从中飞出，绕过牛头寨去查看情况。我没有管他，
就是要让他看看援军。成州边军3营赶到，3营起码8000以上，加上牛头寨中剩余兵，足以一战。师突骑探马看了一眼后立刻回归，我们哈哈大笑，庆幸躲过一劫。然而在探马入列后，师突骑忽然再次继续向前，牛头寨中的笑声戛然而止。3万蛮子精骑入侵边关，我靠5000兵马顽强抵抗，不仅宰了蛮子首领，还夜袭敌军，搞得他们精神崩溃。却没想到蛮子不仅没有四散溃逃，反而集结剩下2万兵马，要和我们剩下的3000多人拼命。本以为有援军赶到会把蛮子吓跑，却没想到他们发了疯似的冲了过来。说什么？来援的边军只有4000人，面前的是援军1位士兵，快马加鞭过来说明情况的。原来李乾去求援时，顺路去了一趟成州边军，但边军10多位将领没人愿意动身，只有探马营和飞羽营愿意快马加鞭来帮忙。2营在上次蛮子入侵时也损失不小，加起来才有4000人。他们知道人少，所以在临近牛头寨时，特意散开士兵，马屁股上绑上枝条，扬起尘，缓慢前行。4000人的人马硬是走出了8000人的声势，想要以此吓住师突骑。探马营和飞羽营，一个负责袭扰，一个负责刺探军情，都没有正面交锋的能力，能想出这点也算难为他们了。飞羽、探马2营也是赶得及时，但师突骑人好像铁了心要灭了我，哪怕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。可惜2营的伎俩被蛮子识破，看出他们在虚张声势，让他们更有底气进攻啊！麻烦兄弟通知飞羽、探马2营校尉，侧面助我，传令所有兵士列阵迎敌，希望我们可以协力度过这难关。传令兵匆匆离去，我从岳禅荣手中接过一柄战刀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穿越前连击都没宰过，如今为了保命，也是不得不动手了。早知道就和岳禅荣多学2招，锻炼锻炼也好了，不至于现在怎么挥舞战刀都有点猛。师突骑人在还有800米的距离上停了下来，然后派出一匹探马一直探到弓箭射程边缘，确认没有像昨天那样的陷阱之后，他们再次开始前进。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马上就要冲锋。牛头寨的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我一愣，这声音从后方传来，显然不是蛮子弄出来的。我连忙拿起望远镜往后看，骑兵，真正的骑兵，人数至少有1万人，而且还不是飞羽、探马那种辅助骑兵，而是真正的主战骑兵。在骑兵的最前方，一名老将威风凛凛，鳞甲披风，手中大刀泛着血光，那是代州8营长军大将吴素达。是李乾把援军请来了。师突骑人攻势又一停，立刻再次派出了战马。这一次，他们终于认命，知道攻不下牛头寨了，就此撤军认命。原本都已经拼命的百战和护民军战士们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，这下是真的得救了。我直接掏出数十万感谢值，买了1000斤羊排土鸡，也不必安排人，将士们自行生火炙烤。月色繁星下，死中求生的部族们和赶来支援的骑兵们吃肉跳舞，唱歌狂欢，而我则独自在营帐等着。听岳禅荣说吴素达官声很好，对属下军士也是爱戴，平日里很和善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爱酒。这不正赶上了吗？外面的2万士兵我攻不起，一个吴素达还能攻不起？因为不确定吴素达的口味，我直接把超市里所有牌子的酒都买了个遍，到时候想喝哪个喝哪个。吴素达一进门，立刻大笑起来。将县令，何须破费？我站起身对着吴素达行礼，更是对和他一起而来的中年男子拱手相待。钱先生大恩，云县百姓不敢忘。这个男人是和岳禅荣一起从师突骑营地逃出的商人。当时岳禅荣回云县示警，钱百通则去了代州替岳禅荣传信。吴素达来的路上，又碰到了去求援的李乾，这才与成州边军前后赶到了牛头寨。否则今天这场仗绝对会打得惨不忍睹。江县令抬举了，小明就是个冲州壮府的货郎，还多亏岳禅荣逃走的时候带上了我，要不然这会都被师突骑人当两脚羊了。你老钱要是个货郎，天下就没有商贾了。须眉，我们又相互谦虚了几句，都是些没营养的场面话。结果吴素达不愧是好酒之人，原本只是眼睛往桌子上飘，见还没提正题，就有些忍不住了。恕老夫眼界浅，这些水晶琉璃瓶中装的是酒吗？我立刻为2位倒上2杯。吴素达二话不说，一仰头灌了下去，啪的一声拍了下桌子。真是好酒！我一看对胃口，又连忙打开其他的酒让他尝。吴素达是连连称赞。等到喝到一瓶新牌子的酒时，忽然怪叫一声：“江县令，何处得来如此烈酒？”都是从远方行商手中购得，这些不错，尤其是这瓶实为上佳之品，称之为瑶池仙酿也不为过呀。老夫有幸尝过一坛宫廷珍藏，那是连先皇都舍不得喝的，喝这酒比都显得不够味呀。这不是二锅吗？我那3000多的毛子看不上，就爱喝这个，白下我买这么多贵的。江县令还真是家大业大呀，竟然有如此品质的琉璃酒壶，真的是让钱某大开眼界。钱某家中藏有一只祖传的青琉璃透光耳瓶，价值5000两以上，比起您的这几个，也就只是器形雕刻上好些，透明度可差了。你说啥？这些能卖上1000两？那倒不至于，器形和手工太差，雕琢更是基本上没有，材料好功夫差，卖不上高价，最多40-50两。是吗？你等会我解个手，我借口离开房间，把超市标价9998的杯子买下带回来。
钱老板一看，当即蹦了起来。哎呦喂，我的好县令，您拿好别晃悠，小心磕碰。等一下，别放桌上，用我这外裤。小羊羔的门市。眼见钱老板如痴如醉的欣赏着，我心里动了想法。钱老板，你说我要是请你来帮助云县卖玻璃，就是琉璃水晶杯，你能卖掉多少？有赚头吗？哪想到钱老板一听，直接开始哐哐磕头。江县令不气，我钱百通回去就将全家老小搬到云县，以后就在云县常住了。只要让我去卖这些水晶琉璃杯，我敢拿祖宗8辈打包票，每年少不了这个数。3万、30万。